你走进一家劳力士专柜，看上一只钢款运动表，掏出信用卡准备结账，店员客气地告诉你没有现货，不是缺一两只，是这个型号，整家店、整座城市你都买不到。劳力士，全世界最畅销、辨识度最高的奢侈手表，一年做出超过100万只，但它最热门的那几款，你带着钱也买不到。今天这一集，我们解码一门生意——劳力士，怎么把买不到变成它最强的一件武器。这件武器的名字叫稀缺，但劳力士的稀缺跟别人不一样，它背后是一个没有老板、不上市、永远不会被卖掉的公司。接下来我们会拆4件事：谁真正拥有劳力士？他怎么用配货绑住客人？辉市的天价又怎么反过来帮他定锚？最哈怎么亲自出手，把二手市场的利润收回自己口袋？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劳力士到底是谁的？答案会让你意外。劳力士没有老板，他的创办人汉斯·威尔斯多夫在1905年创立了劳力士。他的太太很早过世，两人没有孩子。1960年，威尔斯多夫过世之前，把整间公司100%捐给了一个以他为名的慈善基金会——汉斯·威尔斯多夫基金会。从那一刻起，劳力士这家公司不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家族。也没有任何一张股票在市场上流通，这背后是什么意思？第一，没有人能买下劳力士，它在商业上几乎无法被收购。第二，它不需要对股东交代，没有每一季的财报压力，没有人逼它冲出货量、冲营收。一家不上市又被慈善基金会持有的公司，享有别人没有的税务优惠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几十年的眼光去经营稀缺这2个字。当别人被季度数字追着跑，劳力士有的是时间。那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大？因为劳力士不公布财报，所有数字都是外界估计。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估算，劳力士一年的营收在2023年首度突破100亿瑞士法郎，大约是115亿美元。它一家公司就吃下整个瑞士制表业大约30%的市占。换句话说，瑞士每卖出3块钱的手表，就有1块钱进了劳力士的口袋。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它的产量。摩根士丹利估计，劳力士2023年做了大约124万只表，可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不增反减，掉到大约118万只。一个需求满到满出来的龙头，竟然主动少做了好几万只。它不靠冲量来成长，而是靠把每一只表的均价一路往上推。当所有公司都拼命想卖更多，劳力士的选择是卖得更少，但卖得更贵。想买一只劳力士的热门当表，你以为带着钱去店里就行？没这么简单。在正规的特约经销商那里，最抢手的那几款，像迪通拿、浅航者，长期没有现货。你能做的是把名字登记在一张候补清单上，但这张清单不是先到先得，它是一场考试。经销商会看你的购买记录，你过去在这家店买过多少东西，买过哪些款式，是不是一位长期往来的老主顾。想拿到一只抢手的钢表，你可能得先买几只比较冷门的款式，或是配上一些其他商品来证明你的忠诚。这就是所谓的配货。一只钢款迪通拿，从登记到真的拿到手，排上2年、3年是常态。劳力士把排队这件事变成了一套挑选客人的制度。它卖的不只是表，是一个你必须努力争取才有资格拥有的身份。买不到，需求又这么旺，于是一个庞大的2级市场长了出来。也就是俗称的辉市。在这里，那些在专柜买不到的表被人转手加价卖出。2022年是这场狂热的最高峰，当时一只钢款迪通拿零售价大约15000美元，但在2级市场价格一度被炒到接近4万甚至5万美元。换句话说，你只要买得到，转手就能多赚1倍。后来泡沫降温，价格回落，整体比高点跌了大约1.5%。但即使到了今天，很多热门款在2级市场的成交价还是稳稳高出零售价一大截。这件事最微妙的地方在于，辉市的天价看起来不归劳力士管，却反过来帮他打造了一个神话。劳力士不只是手表，是会保值，甚至会增值的资产。买它不只是消费，是投资。而这个印象又让更多人挤进那张候补清单。看到这里，你一定会问，这一切是不是劳力士故意的？面对这个质疑，劳力士做了一件很少见的事，公开否认。他发过一份声明，大意是说，产品的稀缺并不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现在的产能无法完全满足需求，除非降低品质。
而品质是我们绝不妥协的。听起来合情合理，劳力士的表确实都在瑞士，由人手一只一只组装，产能本来就有天花板。但是把整件事摊开来看，它被基金会持有，不缺钱也不缺时间，产量说减就减，又用配货制严格控制谁能买到。就算它真的没有刻意限量，这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客观的结果就是让稀缺一直存在。否认刻意跟结果上制造了稀缺，这两件事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劳力士的控制欲不只停在工厂。2023年8月，他做了一个让整个钟表业都震动的决定，收购宝奇来，瑞士最大的钟表零售商。宝奇来在全球有上百的据点，其中好几十家本来就是卖劳力士的特约经销商。这笔交易的金额没有公开，但意义非常清楚。劳力士从一家制造手表的公司往下游伸手，开始亲自掌握卖手表的通路。对其他独立的特约经销商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讯号。那个给你货的品牌现在自己也开店卖表了，等于变成你的竞争对手。谁能拿到多少货，谁排在配货清单的前面，这个本来就不透明的游戏，现在更牢牢握在劳力士自己手上。他要的是从制造到零售一条龙的完全控制。还有最后一块拼图，二手市场。过去几十年，劳力士的二手生意全靠徽市和独立商家在做，那是一块劳力士碰不到也赚不到的大饼。2022年底，劳力士出手了，他推出了官方的认证二手计划，你可以把旧表送回劳力士的体系，由他亲自检验、整新，贴上官方认证的标签，再卖出去，还附上2年的国际保固。这一步的分量很重，它等于是劳力士第一次正式承认并且踏进那个原本由徽市主导的世界。从今以后，连你手上那只二手劳力士的价值都由劳力士来背书。配货制管住一手市场，认证二手，深进二手市场，再加上买下零售通路。劳力士想做的是把一只表从出厂到第一次卖出，再到第二次转手，每一段的价值全部收进自己的版图。所以劳力士真正卖的从来就不只是一只精准的手表，它卖的是一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稀缺，你必须排队，必须证明自己，必须等待才有资格拥有。买不到不是它的失败，反而是它最成功的设计。一家没有老板，不必向任何人交代的公司，用几十年的耐心，把欲望本身变成了最保值的商品。下一集我们要讲另一个把稀缺玩到极致的故事——钻石。一句钻石很久远是怎么变成20世纪最成功也最精明的一场行销？奢侈版图我们下一集见。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看懂了橱窗里的世界，按个赞，追踪频道，把这个系列一起追下去。